在貴州思南縣的大山裡驚現神秘鐵皮房，房子建在陡峭的崖壁之上，腳下就是萬丈深淵，看着就讓人心驚膽戰、頭皮發麻。究竟是何人會把房子建在懸崖之上？建房子材料又是如何運上去的？在上面建房子又有何用意？難道是有人在上面居住嗎？今天就跟着我的鏡頭上去一探究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現在呢，我已經來到了這個山腳下了。這個房子啊，就在我身後的這個懸崖絕壁之上，垂直高度呢，大約在300米左右。那到底是誰會把房子建在這樣的地方呢？今天呢，我就帶着大家上去一探究竟。走吧，我們現在出發。大家快看，我們在這裡發現了什麼？蘑菇，看到沒有？這個蘑菇是可以吃的啊。以前我們小時候經常去山上採這種蘑菇吃啊。現在呢，我們已經來到了這個山腳下了，看到沒有？這裡呢有個牌子啊，看一下是什麼？冰坡危險，引颈靠近，保持安全距離。這是一個警示語啊。給大家看一下有多高。现在呢，我们应该要从这个冰上这个裂缝这里，然后应该有一条路啊，从这里上去啊。走吧，我们继续出发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是来到了这个山脚下了。你们看，上面就是垂直的崖壁。我们在这里啊，发现了一块石碑啊。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一条岔路啊，看到没有？这邊可以下去，這邊還可以上去。我們等會兒應該要走這邊吧。你們這裡看一下，這裡還有一個古建築啊，這個建築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啊？你們看，下面還插了有香火啊。這上面難道是一個寺廟嗎？我們看一下這塊石碑。這塊石碑上的字跡看不清楚了，還是時間長了，應該是有點風化了。這邊上這些都有點破壞了，看不清楚了，不知道什麼意思啊？好像是一些人的名字吧？不知道什麼意思啊？走吧，我們現在繼續上吧。給大家看一下，現在呢，我已經來到了這個山谷之中，這裡看出去啊，就像是宜興廳了。你們看，這裡呢，你們看這條小路啊，是以前人們開鑿出來的。你們看，這裡還有鋼筋打過的痕跡啊，而且在那個位置還有石牆起的寶坎啊。這條小道啊，是以前的人們開鑿出來的啊，非常的不可思議啊！在這麼陡峭的大山之上，鑿出這樣一條絕壁棧道啊！大家快看，在這裡啊，發現了一棵棕樹啊。一般的話，有棕樹的地方，以前就有人居住過的啊。因為以前的人們啊，都要種一些棕樹啊，採用它上面的棕毛來做一些家裡面可以用的東西。所以說啊，這個地方可能以前啊還是有人居住過的啊。我們在這裡呢發現了有岔道啊，你們看這邊呢有一條道上山了，這邊有一條從這裡橫着過去了，這條小道，我們應該要走這條小道啊。在這邊的話還修了一個門呢，這裡還用水泥修建了一些石梯啊，而且這個門呢全是用水泥修建的啊，用水泥和砂石修建的啊。你們看，還貼上了瓷磚。剛剛我從下面上來，哐着上來都非常的費勁啊，就更別說背東西了。不知道當時他們這些材料啊，到底是如何運上來的啊？這個工程量還是不小的啊。我們在這裡呢，還發現了一塊石碑啊，你們看，重修碑記。這個石碑應該就是記載了當時重修這邊這個房子啊，然後這些人均的善款，然後可能那些名字就記在這上面了。這上面有很多人名。我們看一下這個，修建哪個年代啊？這裡還是隱約能看得到啊。鍾什麼
這個字看不清楚了。民国27年，这个是修建于民国27年啊，还是有些年代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随着这条小道过去看一下，应该是快到了啊。这条道还是非常的宽呢，大约还是有1米左右啊。你们看，这些石贴都是以前的人开凿这个石头下来修建的啊。这边上还是长滿了很多的小樹啊，要是沒有這些小樹的話，這個地方走起來還是有點害怕啊。但是有這些小樹了，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可怕。快看，我們現在已經能看到那個房子了，上面蓋的是藍色的鐵皮啊，下面還有一些紅色的布條。上面就是一個陡峭的崖壁，剛好修建在這個崖壁之下啊。我們在這石壁上啊，還看到了許多的名字啊，可能就是那些人上來玩的時候，然後刻在這上面的啊。你們看，到處都是啊。哦，這裡也有，非常的多啊。看來上來玩的人還是比較多啊。這裡還放了一堆木頭啊。近距離給大家看一下，這個房子就是這個樣子啊，還是比較簡陋啊，但是寬度的話應該在4米左右啊，長度應該有個20-30米啊。這下面呢就是施蘭姓城，你們看，非常的漂亮。這下面，這上面看施蘭姓城，非常的漂亮啊。那條河呢就是烏江啊。那現在呢，我就帶大家到裡面去看一下，看裡面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啊。上來呢沒有聽到有人說話，看來這上面不是人居住的啊。這上面就是一個寺廟吧，我看這上面寫了鳳凰山寺觀音菩薩。那現在呢，我們就進去看一下，它裡面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。哇，這裡面就是一個寺廟啊。看到沒有？有幾尊佛像，在這個中間呢，有一塊石頭啊，你們看，就像是一張桌子一樣，剛好放在這裡啊。這上面還放了一些貢品呢。這個佛像都是用這個圍起來的，你們看，這裡還上了鎖的。這裡面有1、2、3、4。5尊佛像啊，還有一些小佛像。這個的話應該是財神爺吧。現在呢，我們到它的另一邊看一下。這個位置好像是以前的人們開鑿出來的啊，感覺。因為你看這邊上這些石頭，都是一塊一塊的，整整齊齊堆好的。我感覺以前這個地方是人們開鑿出來的。這個地方，你們看下面就是垂直90度的懸崖，看着都有點驚心膽戰啊。這邊的話應該是過不去了啊，這邊我們就不過去了，因為安全第一吧。我們這邊的話應該也沒有什麼了啊。那這上面這個地方呢，就是這個樣子了。這個地方名叫鳳凰山寺啊。位於貴州省銅仁市施蘭縣的縣城旁邊啊，這下面就是整個施蘭縣城，還是非常的大。這個地方看施蘭縣的話，是非常的漂亮壯觀了。經過我們剛剛的探索啊，原來這上面它是一座寺廟啊，名叫鳳凰山寺。那這個寺廟啊，到底建於哪個年代呢？邊上呢也沒有明確的碑文記載。我們剛剛上來呢，也沒有看到有人啊，所以無從得知它這個寺廟呢到底建於哪個年代。但是根據它這個建築的形狀來看的話，應該是有一些年代了啊。那這期的視頻我們就到此結束了，我們下期再見吧。